那你其实你比我闺女也大不几岁呀，她今年也30岁了呀。我比还是大5岁，5岁还是大了挺多。哎，咋了？我们就不闺行。女跟你俩咋了？我现在对她束手无策。怎么个说？就是我们俩是不吵，就是不交流。我们所有的交流都用吵架，都是吵架来沟通。但是比如说你俩最近的，前天嘛，他突然就是爆发了，嗷嗷的跟我吵，我闹。只要你提过一回来，可关心他了。只要他不出来吃饭，你就很担心他。你说月月出来吃饭了，闺女出来吃饭了，二宝出来吃饭了，说偏心。我第一次，我说我哪偏心了？他说你小女儿，你亲女儿做什么你都宠着，我说什么你都不在意。我说因为你大了呀。我说你30岁了，你应该是妈妈的左膀右臂了。我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我一直把他当成依靠那种。其实有一次我生病嘛，我自己是慌了，医生当时诊断说是癌症。他当时还在上学，就从学校赶回来，就安慰我，陪着我看病啥。潜意识里就是他代替了他爸爸那个角色嘛。你像我那2年在沈阳不在家，他给他妹妹在家，有好多事情我都是把他妹妹交给他的。他后来就觉得委屈啊，你的孩子为什么让我给你管，怎么地？我也不是说对他完全的没有情绪啊，就是只是觉得他更像我对我妈妈以前的那种态度吧。可能会有埋怨，会有好多话也不愿意说，我对我妈也不愿意说。这2年我对她一直束手无策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沟通。就像你刚刚说这个沟通方式的问题，我觉得你们说的这种可能方式会更激烈一些哈，相对于所谓的那个非暴力沟通，这可能是一种比较暴力的沟通方式，对吧？有点像争吵，声音会放大，情绪会很。其实就是争吵。在他成年之前，我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人，我是不听任何意见的，因为没有任何人给过我意见和支撑，也没有任何人会顶起这个家，我只能自己顶时间长了，就造成我这种性格上的，你们别说了，我就得必须达到我的目的。其实他高考失利，第1年高考失利嘛，我用非常就是激烈的手段，又逼着他又考了1年，考了一模一样的分数，上了一模一样的学校，一模一样的专业。后来他一直对这个有情绪嘛，说你用那种极端的手段逼我。我说你妈其实是知道错了，从那以后你没发现你妈没有再那么对你那么强势了。他说那你为什么现在你为什么让老二躺平了？因为老二他心理本身有问题，他的压力相当大，经常哭。我现在反而劝他，我说你放松放松，不是非上大学不可的。我说你学习什么时候也都能学。我说也许你缓过这2年，你再想学，妈妈依然还是支持你去学。我说不是非得大学里才能学到东西，有很多地方都能学到东西。就老大现在就觉得我偏心。我当然知道你所做的一切，其实都是希望孩子能过上你自己没过上的好的生活，因为吃过这种没上学的亏，吃过只能困在那个地方的这种亏。我理解你的苦心，但是孩子说的那种他觉得偏心的地方，就是听起来也可以理解。我觉得二女儿现在这个状况，其实她是在你的认知和人生经历都有了巨大改变之后，你现在对她，你可以有这种就是妈妈可以成为你的底气，因为以前你也成为不了2个女儿的底气。对，所以你只能逼她，逼他们自己出来。包括老大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是在家里躺着的状态，也没上班。有时候我很心疼他啊，因为你说他给我去到那么一个陌生的环境里，他一个人也不认识，只能困在那个家里。我天天工作出差到处跑，一个月也不在家待个3天2天的。我有时候也心疼他，有时候就想，只要他开心他就躺着吧，给我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，他想躺2年休息2年他就躺吧。我其实真的就是两边我都能理解。比如说他现在
他肯定不是说完全没有他想干的事情。我觉得他就是人生卡在了一个状态里，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其实现在应该是一个很无助的状态。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无助的状态，我现在想帮助他怎么走出来。也许你们俩之间的问题，会是他问题的症结呢？就是有没有可能，当你们俩的关系捋清了之后，他真的会明朗很多？我其实这2年的脾气我已经在收敛了，有很多时候他跟我吵架，他先发脾气，我是不发脾气，我选择不作声的，我等我情绪消化掉了以后，我再去跟他说话。但是我们依然不会提问题，我们依然只是互相说话了而已。你看你说我为你忍这个，我为你忍那个，他也许会攒成一种更大的委屈，其实对你们关系来说还是不好。他觉得你对妹妹可能更像无条件的爱，对，哎，就你怎么样，妈妈都支持你。但他觉得他那个阶段的时候，你给他的不是这样的情感。从你的角度来说，是2个孩子，这个我试过这些不行，这个就不要这样。他站在他的角度，你就是偏心，你就对啊，就跟我不一样。对，我得到的就是严厉，然后管控，然后甚至小时候还被打过这些。其实对他来说，这就是他成长的全部。姐姐的这种，你以为他不想理你啊什么这些，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是渴望你的爱。我不专业啊，但我自己内心真的有这种感受，就是像你大女儿说的那种，哎，你看说到这个我也想哭，就是像你大女儿说的那个，她觉得你会更对家里另一个孩子更好，这个事情我自己到现在也过不去，我也觉得我父母其实对我哥是更好的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对，所以你看，你小时候肯定非常明显，你的家里人是对你的哥哥他们，我跟家里人好像看不到我。对我也是啊，我其实到现在都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你就是那个透明的小孩嘛。但是我觉得像你大女儿，她也会有那种感受，因为你对她很严厉，严厉的管束是很难让她感受到你的爱的。虽然你的发心是因为爱她，你希望她过上你认为更美好的人生。对，我害怕我一个疏忽，给她造成我童年的那种。对，所以你就时刻盯着她。受不了的时候盯着她，盯着她。我几点出去，你必须几点回来。对，我害怕她遇到坏人，我害怕我一个疏忽，我没看好她。哎，我反正因为我自己现在备孕嘛，我觉得我很想要一个女儿，是因为我一直觉得，就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妈妈和女儿的关系，原本应该如此，但是太多的这种母女关系最终都走到了无法理解也很惋惜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，你们俩其实是一些认知和情绪上的对抗的问题，沟通的问题。就是爱的教育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事情，我小的时候都没有，更别说你小的时候没有，对吧？没有，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爱，这些东西很正常，因为爱实在是太时髦了。我的概念里从来也没有过什么跟父母的那种什么亲密的状态啊，或者从来没有。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，我进考场之前太紧张了，我想抱我妈一下，我妈整个人肢体僵硬，抱得我非常尴尬。是他就是感觉很抗拒，有点很局促，很尴尬，就弄得你们之间就是气场很微妙不自然。对，所以我感觉什么爱的表达这些东西是太新了，大家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会也很正常。我觉得以前我们的文化里面讲究的就是大爱无言，就是我可以把命都给你，但是还是要打你骂你。其实我女儿小的时候，我是希望能够，我说啊，我有女儿了，我一定不要像我妈那样对我的女儿。我的女儿，她的人生就是一个完美的。你希望你能够去爱她，你也希望她能够按照你希望的那样爱你，但是其实两样都没做到，都没实现，所以是巨大的遗憾。就是突然在今年，我觉得我真不配做一个妈妈。你在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你怎么有勇气去生一个孩子的？
前我还老自我感动，我为了你怎么样，我为了孩子，你看我什么都能干，我为了孩子，我什么委屈我都能咽，我自己陷入自我感动里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是其实只是因为目前你们关系出了这些问题，太集中了，然后你又是处于一种工作又高压的状态之下，你会产生这种在亲密关系上的极大的自我否定，因为你在你的认知范围内，你就觉得一定是我很严格的对待他，他才能成才嘛。其实像你后来事业的成功也是，你也是一个对自己很狠的人，你是通过逼自己把自己逼出来了。对吧？对，其实你对于一个人人生如何迎来转机，如何走向成功的这些理念一直是没变的。你对他非常狠，他就不是能按照你的这种方式成为你想要让他成为的人，对吧？但你自己按照这样的方式逼自己，你确实是走出了你的道路。其实也有很多外界的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嘛，因为要获得这种世俗意义上所谓的成功，是需要太多的机遇和各方面东西的结合才能成为的。你不要用你现在的这种认知又去霸凌过去的自己。我没有霸凌自己，我只是想终结这种恶性循环。对，能从我这一代我亲手给他改善扭转吗？扭转，不要再这样一代一代的复制这种关系。你可以的。我其实上这个节目的主要原因，就是给我女儿的矛盾，因为当局者迷嘛，我就是在身在其中，我也找不着任何办法。父母和孩子之间，谁是那个更想改变关系的？谁是那个可能认知见识更多的人？应该是那个人去主导这个关系的改变。其实我在这之前我蛮想改变这种。其实我觉得你能改，因为你改不了，我都束手无策。我对他现在30岁了，也不是13岁，也不是3岁。这种身份证上的年龄是30了哈，但是当我们面对母亲的时候，面对父亲的时候，5、6岁，真的，比如说我经常会因为聊到一点点小的事情就哭得不行，其实那个根本就不是35岁的我觉得我就是内心那个很小的小孩出问题了，他一直没解决，因为平时我躲避这些情绪，但是当特定时间，当我面对父母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那么理性。我就是他们的小孩，他就是我的父母，这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拿出其他任何人来这么类比的关系。然后我觉得你其实就是很想解决这个关系的问题，而且你也一定是那个主导这个关系改变的人。我其实现在就是对他俩唯一的担心就是害怕他们脱节。我妈妈能养得起我的时候，我可以躺在家里花钱，但是有一天我妈靠不住的时候，我自己靠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也行。我其实蛮希望是他是这样的。人生未来会怎么发展，也不是你能控制的。你现在这些想法，也只是你自己的焦虑而已。我说，哪怕你有一个爱好呢，就是什么样的爱好都行。没关系。我说你没关系。我说我小时候唯一的长处，一个爱好就是爱看书，恰恰是这唯一的一个爱好，最后给我救了我，拖了地。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小时候咱是不是也没这个条件送他去培养什么爱好？对吧？所以说我就现在我说你哪怕有自己的爱好，你花点钱呢。爱好是要找的。对呀，我就想让他找一点爱好。我感觉他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状态，那么是不是可以，我们提供一些可能性啊？虽然你老觉得他30岁了，他应该怎么，事实他就不是这样。他跟王悦是一样大的，你能想象吗？都是96年的。汤包也是96的。你看同龄人，人家在干什么？也没干什么，他还在找不着出口。慢慢找，爱好真的要找。我也没有爱好啊！你看我35了，跟你30岁的女儿一样没有爱好，所以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我也没有爱好，不要相信妈妈说的话，没有爱好没有什么可耻的啊。我觉得女儿如果没有，她想找就找，不想找就不找。她现在愿意出来跟你一起做你的助理啊，对呀，那也说明人家还是愿意做事情的。你俩之间的矛盾是母女矛盾，但她作为一个工作的人，人家抱怨一下累，工作本来就累啊，她抱怨一下怎么了呢？对吧？所以就不要对比。
好吧，我努力吧，我尽力。我觉得你俩关系会有很大的改善的，非常的期待。